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把进气系统做个了解。那上一片聊到了进气温度，那进气温度除了改变进气管吸气的位置以外，上一篇也有聊到引擎串气的问题，就是吹漏气，燃烧室爆炸以后的串气，这个也会影响到进气温度，这个真的就比较难解决了。那今天要聊的是进气的质量，也就是进气的干净程度。以车用引擎来讲，车用内燃机来讲，基本上大概就分两个形式，一个是自然吸气，像我们这型车，那一个就是涡轮增压或者机械增压，就简称是增压引擎好了。那不管是哪一种引擎，像增压车来讲好了，你如果摒除掉了那颗涡轮或者机械增压装置以外，它本体它还是一颗自然进气引擎，就是它还是一颗内燃机就对了。那只要是车用内燃机，不管是汽车、摩托车，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气缸串气，就是吹漏气嘛。曲轴箱的吹漏气。那可以看到我的废油回收罐在那边整理。那为什么要整理？就是我想要再加强它的燃油效率。前两天有个朋友又问到我说这支管子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因为这支管子，我只能说，如果这支管子有完美的解决方式的话，这支管子废掉一定会很好。问题是，引擎演进了这么多年，这支管子一直存在，那就代表了你要解决它。其实我是一直有个想法，应该是可以解决掉这支管子引起的问题，但是真的那个东西，除非是去定做，要不然真的那个东西要找现有的材料去做出来的话，难度真的很高。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我想了好久，真的找不到最便宜最简单的方式做一个雏形出来，然后来做实验。我们先来讲为什么当初我有讲到为什么建议加装废油器回收罐的原因，就是因为以目前所知，燃烧室里面的积碳跟气门导杆上面的积碳会形成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吹漏气。吹漏气它就是因为高温然后爆炸压出来的气体，它里面会带油气，那油气久而久之会引起譬如说节气门蝴蝶阀的脏污、怠速马达的脏污，就会影响到怠速，然后会污染气门导杆，久而久之它会积碳，然后进而就是活塞燃烧室它会产生积碳。那以废油回收罐来讲的话，其实废油回收罐安装的方式非常非常多，因为以目前所知，车用引擎以汽车来讲好了，车用引擎它的PCV 阀、它的跑法，甚至这支呼吸管它的接法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车这支管子直接是接到空气滤芯盒里面，有的是直接以涡轮车来讲好了，它有的是直接接到中冷器前面的进气端，甚至以水平对涡车来讲好了，像Subaru啊、保时捷水平对涡式的引擎来讲，这支呼吸管直接就是从曲轴箱那附近会做一支管子出来，直接吸回去节气门之前。
那多半会安装废油回收罐，一定都是接在 PCV 阀连接进气气管这一支，多半都连接在这边。好处是因为你装这边的话会比较稳定，因为这支管子只要引擎一发动，它从头到尾都是这边出气，然后吸到里面去，它没有跟动。反而是这支呼吸管，它比较麻烦的就是，当节气门的蝴蝶阀关闭的时候，进气管里面的吸力变小，这支管子的吸力会变大，然后，相对的，这支的吸气量会变得比较多。如果你把这边封掉，它会导致引擎内部的负压变大。引擎内部的负压变大的坏处，在前几集我都有聊到过。那基本上引擎负压如果过大的话，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你的机油帮浦在打油，那个油可能会被传送的油压会变低，因为会被倒吸下去。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你活塞。譬如说活塞在吸气完以后是不是会喷油？喷油的瞬间，可能因为负压过大，它可能会从活塞环那边把那些油气吸掉一部分，这个都有可能。但是以新车来讲，因为新车的活塞环它的密闭性还不错，所以这个现象会比较少发生。反而是老车，就是活塞环比较磨损的状态的车辆，会比较容易有这种现象，但是这个现象真的很轻微啦。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那这台车平时再开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个就是负压过大的坏处，所以他们会设置这支呼吸管，就是当这边关闭的时候，这一支的吸力变大，然后这一支就变成是它会从这边进气，会吸新鲜的空气进到引擎里面去。第一是平衡引擎内部曲轴箱的压力，第二，你这边进来的空气温度也比较低，也可以适度的冷却一下内部。当然了，你30-40度、40-50度的温度，你去面临引擎内部的温度，当然是杯水车薪了，但是只能说不无小补。那这一支管子刚刚讲到，当节气门关闭的时候，吸力变小，它会变成是在进气。但是当节气门开启以后，到了某个程度，因为你不可能说你一开启这边的压力，这边的压力会马上降低，它一定会呈现一个有点类似跷跷板。所以说这支管子会慢慢的变成它在出气，引擎室里面这边会出气，然后这边的压力就会减小。那势必这时候引擎内部的串气跟那些机油蒸汽会变成从这一边出来的量会变大，所以有的人会把这支废掉，就是因为要避免节气门的蝴蝶阀跟怠速马达的脏污。其实以目前我看过的废油机回收罐装法，多半都是装在这边，然后也有些人是装在这一边，他们选择装在这边。但是装在这边必须考虑到的就是它是双向在通气，它的气是双向跑，你要确定你不能去干涉到它的流向的变换。然后还有一种是它会把这支管子跟这支管子做结合，然后往这边跑。这个在上一集我就讲到，有些国外玩家他们会这样子接，就是他们让这两支管子都由它去做排除。这个可能高转速下，因为
说实在话，这样子总比这支都没有作用好。这个是一个变通的方式，但是问题就是在你可能在高速的时候，当节气门开启的角度比较大的时候，这支管子的吸力降低了。那因为转速增加，活塞运动的次数就会也跟着增加，那势必它的引擎串气，它的那些里面所排放出来的正压势必会变高，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引擎内部变成是偏正压。在上一篇，其实在前几篇我都有聊到，其实引擎内部最好的状况是微负压，但是你微正压也是可以，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你负压过大，你会导致机油的传递，或者说燃烧室里面的混合气体会影响到它。但是如果你是微正压的话，相对的它会稍微帮助机油的传送，机油压力跟维持气缸里面的混合气体的完整性。所以说以引擎来讲，微正压、微负压是都 OK， 但是如果是你把这支管子跟这支做连接，然后全部靠进气气管它去吸的话，可能在高转速下就会面临引擎里面会呈现正压，但是正压会到多少？我没有数据，而且说实在话，我也没有仪器下去测，所以这个我不敢打包票。但是以引擎运转跟所有的作动理论来讲，这个是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它在高转速下应该就是呈现正压。像其实我刚刚本来想要把我的废油器回收罐转过来这边，但是我发现我原来的这支管子我不知道丢哪去了，所以今天可能就是我会把我的废油回收罐它的燃油率做个强化，让它在拦截机油的时候效率能够更高。然后再来就是以涡轮车来讲，刚刚有讲到有的涡轮车这支管子它是直接接到涡轮跟中冷器之间，就是进气端那边，这个会导致你的中冷器会有油污的产生。当然以中冷器在前几篇我讲中冷器那篇里面，多半中冷器它要么是这样子摆的，有的是平放，但是势必如果油污过于严重的话，它一定会阻碍空气的流通。所以有些涡轮车他们就是会选择这支管子不接到进气管，就是中冷器之前，然后反而是有的就是拔掉，任由它排放到大气，这样子是 OK 啦。问题是这会污染到环境，然后可能会造成如果低油的话，如果运气不好，像横置引擎，它很有可能会泼溅到排气管上，因为多半涡轮在这边，中冷器进气在这边，然后如果油污久了，可能会泼溅到上面，可能会有点烧机油的味道了。然后最后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多半都是特殊车辆，像比赛车啊，或者说真的追求性能表现的一些车友，他们就是全部都不装，就任由就保留 PCB 法，因为 PCB 法是单向嘛，它就是这个管子都不装，然后可能这一支就装个小香菇头，所有的引擎串气，所有的吹漏气都是经由内部的正压把它往外排泄。这样子是可以确保整个进气的干净程度，可以大幅的增进引擎的燃烧效率。
跟避免掉一些脏污啊、积碳等。这个是可以啦。以单就于引擎的运作来讲，这样子是有好处的，但是相对的，这样子也是对于环境的不友善。那这个我没办法去评论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所以说，结合上一篇讲的进气温度，最难改善的就是这两只管子引起的之外，其实说实在话，这两只管子，唯一的好处就是降低引擎内部的压力之外，基本上这两只管子应该可以算是一无是处，因为吸进去的气体温度很高，然后吸进去的气体里面又含有大量的机油蒸汽，所以说废油气回收罐也就是这样子应运而生。就像一开头讲的，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支管子的解决方式，跟如何去降低这两支管子所产生的高温气体，如何能够有效的降低它的温度，在进到进气气管之前。在之前我有聊到适度的延长这个管子，可以去降低它的温度，因为毕竟你高温出来，然后经由流速快速的移动，它可以稍微的去降低它本身的温度，这是可以降低温度没有错，但是能够降的还是有限啊。那其实说实在话，废油回收罐装在这边应该是最好，因为毕竟怠速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在怠速的时候，引擎的活塞上下的次数比较低，比较少，那势必它所产生的引擎串气它的量也会跟着比较小。所以如果在低转速的时候让这一支恢复到原厂设定的话，应该影响是不大，反而是在高转速的时候，这一支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它的燃油效率会比较好，而且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就像刚刚讲的节气门的脏污啊，怠速马达的脏污啊，跟气门导杆跟燃烧室的积碳都会有大幅的改善。那唯一的麻烦就是这一支是双向，你不能去跟动到它的流向，它什么时候会去转换，这跟节气门的开度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说这支管子很难处理，就是这样子。当然像国外一些朋友，他们把废油气回收罐装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以市售的废油气回收罐来说，多半分两种，一种就是它可以打开，你可以看到它内部的构造，还有一种是它整个是密闭式的，它整个都是可能是焊死的啊，像我的废油回收罐好了，其实为什么我会装这种工业用的，其实这个正式的学名叫油水分离器或者是油气分离器。因为第一它好取得，它的样式很多，多半这种东西都出现在空压机或者工业设备上，甚至有的这种罐子它出现在精密仪器上。那相对的应该来说，它这种的设计都是经过比较专业的考量，所以说它上面都会有一个进气方向。其实这个进气方向
之前我是反向装，因为我是考虑到它的流向，它的燃油效率。那我这次重新做跟动，就是因为我想要按照它的进气方向下去做安装。像之前我反向装的话，进气它会到中间这边，然后我会装一支，也是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可以看我之前都是中间会装一个可能滤网，金属滤网，然后延伸到比较下面这边，然后下面可能放个钢丝球，撕一块钢丝球放在下面。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既然它原本设计就有建议的流向的话，那应该它会有它的道理存在，所以我这次做跟动就是沿用它原厂滤芯的样子，只是我把它改成金属网，像这个金属网的目数应该看得出来它很密，所以说它的燃油效率应该是不错。我恢复到它正常的方向，它就是打在旁边，然后从旁边延伸下来，再从中间往外面这边吸。我是觉得这种它敢用在精密仪器上，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像我不敢讲说市面上贩售的就是没有它的考量，一样也是有它的考量存在，只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完善啊。因为我目前看过市售的可以开盖的这种废油器回收罐，它多半就是一样，上面2个进口，也有的是3个，然后它并没有做管路的延伸。在之前有一篇我有讲到，如果废油回收罐想要有良好的燃油率的话，尽量把这2支管子的出口拉长，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进气我会延伸到下面，然后出气一样维持在上端，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个间距，然后这个间距也就是让油气能够做冷却做累积，就可以尽量拦截油气。其实我自从开始装废油回收罐以来，我都是反向装。那我有发现，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车比较少开，所以我的燃油率，我拦截下来的油量都是很少。这跟少开有直接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我反向装可能违反了它原本设计的流向，也有可能，所以这一次我选择就是尽量不去跟动它的设计方式做安装。然后其实最主要是我车子少开啦，我不敢跟各位打包票说怎样的装法燃油效率会最好，这个我只能给个建议。那如果有跟我一样自己做废油回收罐的朋友，就做个参考，然后你们自己就要稍微的去观察一下。基本上以整个进气系统来说，这个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项目了。其实如果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问题都能解决掉的话，真的对引擎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你光燃烧室积碳的减少，气门导杆积碳的减少，节气门蝴蝶阀的脏污跟怠速马达的脏污，这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大幅降低的话，对引擎的表现，对车辆的马力，对你们的行驶感受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那这个就有待研究了。
如果我这个东西做得出来的话，我会再跟各位分享。好啦，那今天这一片的时间应该蛮长的，也谢谢各位耐心的收看。如果可以的话，广告加减看一下。如果用很长的广告，最少要30秒，要看30秒，我们才会有收益。那如果那个几十秒的，你们可能就去上个厕所拿个东西。毕竟金钱的收入是最实质的奖励。好了，那今天这个整个精气系统的总结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